八部金刚功。30年了，还是摸不到门槛。师父，你骗我！3个月前那句话再次压上心头。秦师傅地谢已至，只剩27天了。反正时日无多，何必再守那些清规律？这步子，就最后放纵一次吧。秦师傅，您的外卖到了。谢谢。激活武道本源面板。这些，可加点功法八部金刚。35天，刚才还是27天。秦叔，这套功法真的能延年益寿？原来武道本源能把功法转化为寿命，那是不是功法等级越高，增加的寿命就越多？青云道远的庭院，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青铜香炉。动作有些迟缓，手脚也不太灵活，毕竟年近七旬，筋骨早已枯朽。双手插顶，立三焦，
手足前后固肾腰。阳光洒在他身上，他专注地演练着功法。双足鼎立三焦，手足前后固肾腰，一比例。这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。青云道院落寞了这么多年，你到如今竟成了他的续命稻草。他下意识发现自己竟能正常拔地站立了。没想到效果这么明显。单纯练功只能提升属性，不能增加武道点和寿命。武道点是吃碗灵石后出现的，难道和灵有关？他刚想再练一遍，突然感到一阵气血翻涌，口闷得难受。不行，血太刚猛了。休息了会儿，才缓过劲来。得找一套柔和一点的养生功法才行。书桌上放着通讯玉牌。腾领功于世。啊，太好了！原来还有内功篇。哎，8步肘功，动作柔手，幅度小，对气血衰败的老人极为友好，正适合他现在的身体状况。清虚武士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黑发练功少年放弃了武达班课上的教学公平，专心学习，一招一式地模仿着。慢慢地练学着。这套功法果然适合我。丁场元发现8部掌本兽功已经被自动录入面板，
进度为40-90亿初学。融合是什么意思啊？一门全新的功法凝现出来，进度显示为5100门。竟然还能这样！身体向好，果然需要大量的灵能补充，还差一点点。每日清晨新鲜送达。梁荒的悬浮出租车停在了青云道院门口。您买这么多高能量灵石干嘛？我在练功，需要补充营养。练的什么功法？有没有什么厉害的特效？金刚长寿功，就是养生延寿的，没什么特效。你要是感兴趣，有空可以来道院，我教你。算了吧，我还是喜欢能打能抗的功法。都准备好了，这次的量应该够用一阵子了。有劳了。月光洒在庭院里，片银白。晚上8点，黑衣青年来到庭院，来实验吸入后的长寿功。新功法融合了外功的内功的柔和，刚毙你！林星，来试本。效果不错。次日清晨，短发青年被生物钟准时唤醒。饭后100步走，活到19。沿着小路慢慢散步，脚步比以前稳健了很多。走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觉得累。
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轻松过了。凌辱。武道点怎么自己增加了？昨天吃了那么多零食，今天就多了2点武道点。看来武道点确实是由灵石中的灵能转化而来的，而且功法等级越高，转化效率应该也越高。加点的效果竟然这么让好！白袍青年握紧了拳头，眼中充满了希望。他知道，只要有足够的武道点，他不仅能活下去，还能变得更强。意念一动，将2点武道点尽数加载。一股温润绵长的暖流从丹田涌出，顺着经脉缓缓流淌过四肢百骸。七杀肉入门，竟然多了整整16天寿命！他走庭院空地处，开始起练金兽功。因熟练度大幅提升，他的动作比之前流畅数倍，刚劲处如金刚怒目，柔和处似流水行云。这是，便是。他回两书房休息。他登录松落镇武道交流论坛，论坛上演置顶的是一条热门帖子：古代的教训亭附带教训播放量突破50万。视频里带操的人领着数十人做着大幅度和扭转动作，急速喊声震天。这些动作伤筋动骨，养生效果天差地别。是，等我功法入润，便将金刚长寿公诸于世，既能帮到更多人，也能赚些灵币购置灵石。
终于，积少成多，总会有突破的那天。他将炖得软烂的灵鸡块盛出，又快速炒了一盘清炒灵蔬，蒸了当地的米饭。他的脚步轻快稳健，再也没有以前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模样。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悠闲地感受过自然了。看来灵石需要时间消化，才能转化为灵能和武道点。日后慢慢验证完善。东洛镇中心的青石武道广场，中央立着一个圆形演舞台，广场四周种着高大的梧桐树，浓密的树荫下围了20-30个看热闹的居民。此拳法讲究刚柔并济，发力于腰，沉肩坠肘，方能劲力十足。形意拳的根基是三体式桩功，桩功站不稳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这什么？跟晃波柴操似的，纯的花架子。他那多都是个花架子。笑死！扭来扭去跟鬼上身一样，这也配叫武刀？别这么说，形意拳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实战拳种。哼！你们懂什么？民国时有位形意拳宗师，一拳震碎3尺厚的青石板。别洗了，传统武道全是骗子，真能打，怎么不去打联邦联赛？这就是明进地，暗进伤内。真正的武道，不是花架子。我年少时见过一位道门老武师打拳，空气都能炸出惊雷般的响声。正所谓，千金难买一声响，那才是明进巅峰的真正标志。还千金难买一声响，
吹牛皮也不打个草稿。纯武道就是欺世盗名，靠故事撑场面。素袍青年站在人群的最后面，始终没有参与争论。他看着灰衣武士的背影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以前我也觉得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可现在，我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能通过赌道修炼达成。他的心中第一次生了一丝真切的向往。金难买一声响。他通讯语牌，在论坛私信了一位号称精通传统武道的知名博主。谢谢，我暂时不需要。青云道院庭院，青铜香炉里的香只一点灰烬。方得始终。原来练功本身也能积累武道点啊！他这才恍然大悟，武道点的来源并非只有灵石一种，持续不断的修炼同样可以产生。面板上的进度条立刻变成了入门。剩余寿命也从连天降到15。普通人练功10年磨一剑，我加点就能做到。这武道本源面板，真是逆天的机缘。次日清晨，他准时醒来。他感觉神清气爽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，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体验。
武道点又增加了2点，变成20。黑发青年洗漱完毕，意念一动，准备将获得的武道点加在长寿弓上。意识中的面板骤然爆发出耀光，一股汹涌热流自丹田涌起，瞬现全身。一下子增了30天寿命。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生命层次提升的美妙，也终于明白无数人为何只求长生。五脏六烧，恨不得立刻吞下整头灵珠。好饿，功法突破消耗的能量太大了。4个灵鸡蛋，鸡蛋刚煮好就迫不及待地捞出来。4个灵镜下肚，才勉强压下一点。等待煮熟的间隙，他拿起通讯玉牌，登录武道百科，查询武道境界的详细画画。武道境界共分为明境、暗境、化境、宗师、大宗师5个大层次，甚上还有传说中能飞天遁地、长生不死的陆地神仙境界。上宗师大师练的70大概神已4页。原来武道的尽头，竟然如此精彩绝伦。锅里的红豆桂圆灵枣粥已经熬得浓稠香甜，香气弥个厨房。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轻轻摇摇头。现在还不是追求高境界的时候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外出切磋容易暴露武道本源的秘密，先专心修炼金刚长寿功。他盛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红豆桂圆灵枣粥。大口喝了起来。唉，累。以后每次法功法突破，都需要备更多高等级灵石。
他一边走，一边用通讯玉牌查询传统武道各门各派的修炼体系。牌上显示，几乎所有中级流的武术，庄功不仅能打牢武道基础，还有非常好的养效用。庄功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但我现在不能贪多嚼不烂。先把金江长寿功炼至精通，再考虑学习其他功法。破到小城后，功法的难度有所提升，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加强健。他一口气练了3遍，才感到有些疲惫。1个半小时，变脸上增痘痘。3者腰不相承，缺一羽不可。阳光炽热，蝉鸣声此起彼伏。仅有的1点武道点被加载。细微的暖流涌遍全身，他的体力和精力各增长了1点，上谕睡命也增加了天，变成了86天。很多以前模糊不清的地方，现在都豁然开朗。我依然还在死亡的边缘，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。深吸给气，次抬手起势，准备开始下一轮的修炼。古朴书房。他平复心绪，润得暖流入腹，几个咸鲜要淡拌。午时烹制灵山饱腹，日暮静坐调息，日复一日，节奏缓逸。行走在林间小道，看着远山层叠，草木葱茏，内心格外平静。半生追逐俗世琐碎，如今临近暮年，反倒在武道养生中寻得心安。生死面前，功名利禄，皆是浮云尘埃。青云道院简朴卧室，木床古朴，晨光，空气中火翠琳琅城内，抚聚碎尘尘埃，静谧安然。应付出故人的命，
看着积攒的2点武道点，他毫不犹豫，全部加向长寿宫。功法进度瞬间暴涨，周身经脉律里的内气缓缓游走，如细柳秋一灭。内气寿命精进，果然不负苦修。刚撑起身子，骤然一阵头重脚轻袭来，身躯虚浮发软，眼前阵发黑，险些栽倒在地。只见体力树之旁浮现淡红色箭头。想起武道界流传的外练骨皮、内练一口气的智力，练功竟跟上了，气血却已透支。看来必须依靠灵膳药膳，慢慢进补滋养才行。青云道院书房窗明几净，通讯玉牌放置桌面。帖子发出没多久，便收到一位资深武道道友的回复。对方言辞恳切，先叮嘱他缓练静养，优先以食补调和气血。随即发来私信，推荐道家上古养生灵膳方虎血龙油汤，附带10方渊源典故、完整食材清淡、养生功量与详细熬制备骤。黑袍男子玩私信内容，心若暗对照桌上留现几块养生偏方。发现药理原理、滋补思路高度契合，瞬间确认此方真实靠谱。多谢道友指点，晚辈铭记在心。这灵芝草，价格又涨了，尚可接受。油料助眠灵参，标价高得惊人，远远超出多年将子的养老金数额。替代终究效果不足，长久修炼耗损极大。必须尽快找到它，稳定赚取灵币的门路。传授养生武道，广纳元人，或许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谋生门路。因白果属于灵草药材，特意绕道走进灵草堂。近来魂虚浮，年岁已自然亏虚，
放宽心境，静养便可。多谢指点，我会多加留意调养身子。我师傅买这么多灵草食材，是要滋补身子。练功讲究内服外练，得气血同补，才能稳固根基。看不出来您还是隐士武道高人，改天我也去道院拜访。你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起初只当是身体虚弱产生的幻觉，气流虽微弱，却生生不息，当真踏入内气修行之路了。内气流经双耳经络时，耳畔忽然响起叮铃清脆声响，如同风中风铃轻吟，空灵悦耳。查到《内听武道经》记载，正是内气修行抵达内听境界的专属标志。一朝一夕行云流水，不知不觉沉浸修炼，转眼便到中午11点。停下练功，前往厨房烹制午饭。饭后不得强撑走动，只在卧室小憩片刻。亲笔写了青云道远老武师免费传授道门养生武道。清道院我小时候来过，没想到如今还有人驻守。这位老武师看着快70了，练的是什么功法？哼，跟公园养生操差不多，能有大用吗？
请听我解释。我修的是道门气体养生武道金刚长寿功，可强身健体，延年益寿。不瞒各位，我如今已然修炼出武道内气。这事儿真能成吗？我已仔细考量，定会尽力而为。大家有任何疑问，尽管提出来。他到底是谁？这事儿我看没那么简单。嘘，什么内气，都是心理暗示罢了，根本不存在的。这事儿我看没那么简单吧？这事儿，刘小伙说的对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我看不像作假。他精神头远超统领老人。说的这般玄乎，敢不敢让我当场试一试真假？一交易形银为规范，和普通广场养生操有着天壤之别。寻常青壮年都难做到，7旬老人实在难得。看来我确实看眼了。青云道院庭院里，消息快速传开，10几名松落镇居民闻讯赶来，庭院瞬间挤满人群，热闹不已。这状态也太逆天了，比我30岁的身子骨还好。老武师功底深厚，我也想跟着修炼养生。恳请老武师不吝赐教，是我们都想拜师学习。吸气，呼气，感受气息的流动，沉肩坠肘，重心下移。吸气时沉肩坠肘，呼气松腰落胯。意守丹田，众人跟着调整呼吸，满本僵硬的功法节奏逐渐变得自然。身色唐庄，剪裁利落，步履沉稳，来者自有分量。哇，这是谁呀？出手也太阔绰了！天哪，得这么多啊！这手笔啊！这得是多大的手笔啊！看着就是城里来的有钱人，居然给这么多钱。看来老武师是真有本事，不然人家大老远跑来干嘛？
老朽姓唐，从荣城专程赶来。我看您这套功法太神奇了，想跟您学习经常寿功。这3000灵币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您肯教我，我再补3000。好，我答应教你。这套功法不难，跟着我练就行。有任何疑问，随时都可以来问我。灰衣短发青年先带领大家念诵金刚长寿功的基础口诀，声音沉字清晰。这套功法脱胎于上古道门养生术，讲究刚柔互辅，阴阳相合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不限场条件。人人都能练。前要活动筋骨，呼吸自然，养生功赞语以舒囊体质。疏空视野内敷略略运动，深层练习内好以起一早晚各停滞。日常练习以次15分钟。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大家回去好好练习。有任何问题，随时来道院找我。谢谢先生，多先生指点。明日再来学习。比我1个月的养老金还多。内言启言少行。竟然用了1小时20钟。竟然暴涨了7点，我到点。今天又一次尝试内气导引术，配合导引术，极大的提升了灵能转化效率。将7点5道点全部加在金刚长寿功上，面板上光芒一闪，一下子增加了42天寿命。异步远比之前更汹涌的热流席卷全身。天地后，
竟然还活着。您这几天气色怎么变得这么好？您到底喝了什么滋补的汤？效果太惊人了。就是之前跟你说的虎穴龙油汤，补气血的。龙友知道，可效果不可能这么好啊。老先生，我先回去了，有空再聊。不行，我也得熬一锅虎穴龙油汤试试。少年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我帮您提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行，谢谢你。我的天，几十斤的东西，跟玩儿一样。早知道当初就跟着他练功了，这绝对是真高手啊！原来内气还有这样的使用价值。得益于功法突破到精通境界，他轻易便进入了入定状态。引导内气走过足少阴肾经时，明显感觉到内气的粗壮程度较节日提升了数倍，运行也更加顺畅。血液与神情专注。修炼效果果然天差地别。距离300天大关，他思索了许久，也没有找到原因。便绝浅搁置，等以后慢慢验证。将1.5道点加在了金刚长寿弓上。得遇寿命白良5天。
然增加了10天寿命，终于突破300天了。他的身体素质已经接近普通中年人的标准。难道武道本源面满中普通人的标准是正向属性满值？现实中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人，恐怕寥寥无几。长生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怎么增长幅度差了这么多？数据：气横周天，我筋骨如常，息息顺畅。看来是时候了。武道本源的深层规则，我还是了解太少。点开。壮者修炼气血内气，外用者锤炼骨筋膜，强化筋骨皮膜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原来如此，是外壮拖了后腿。虽然气血充盈，但肌肉依旧松弛，骨骼强度也远不及年轻人。内气再强，没有筋骨承载，终究是空中楼阁。凡事都有规律，急不得。要提升功法进度，必须加强外壮训练。先从跑步、跳绳这些基础运动开始，配合武道锻体。不知道我能不能练到传说中的明镜境界？他望着远处的晚霞，眼中充满了期待。他知道自己的武道之路又翻开了新的篇章。青云道院青石庭院，人头攒着，近100名学员站满整个庭院，脸上都带着期待的神色。石桌上放着学员们带来的蔬菜、鸡蛋等礼物。老武师，您终于开课了，我等您好久了。我练了1个星期，失眠彻底好了，沾枕头就睡。我也是，上班再也不犯困了，太感谢您了。谢谢大家的心意，大家能有收获就好。只要坚持练习，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授课。大家可要都看清楚了，我只示范这一遍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学啊！
此时他的功法已达精通境界，内气充涌周身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。衣袖在无形内气的吹拂下猎猎作响。最后收工时，伴随一声类似气球破裂的轻响。庭院里瞬间炸开了锅，惊呼声此起彼伏。我的天，衣袖自己在响，还有风雷之声，这也太神奇了！石桌上的书都被吹翻了，可是根本没风啊！这就是内气的效果吗？太震撼了！我录下来了，绝对不是假的。老武师是真勾手。刚才是内气外泄了。大家不用惊讶，这是练出内气后的正常反应。他没有事物多解释，准备开始讲解今天的课程内容。老武师，感谢您的传授，这是我特意带来的百年林下参，一点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这位老板真大气，百年林下参可贵了。看来银发老者是真练出效果了，不然不会送这么重的礼。老武师太厉害了，传统武道真有真东西。多谢您的厚礼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我在松罗镇遇到真正的武道大师了，简直是神乎其技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他真的练出内气了，刚才练功都出风雷之声了。你呀，就是太痴迷养生了。什么内气风雷的，我看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是真的，好多人都看见了，还有人录了视频。不行，我得给省武道协会工作的儿子打个电话，他肯定懂。儿子，爸爸跟你说个事儿，我遇到一位真正的武道人了。那风雷之声，绝叶被气流旋动，仿佛有无形之气中涌动。真的有风雷之声。我以前见过一位通背拳高手，练到深处也有这种异象。我就说吧，这位老武师绝对是隐士高人。你说我该怎么和他结交才好？爸，您一定要抱着虚心请教的态度。
下次登门时备上厚礼，先表达诚意，再慢慢加深联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下次去多带些珍贵的灵草药材。那就这样吧。好的，爷爷。好好休息。圣域寿命320天，体力88、90，精力86、88，武道点3。线下授课和日常练功，果然有额外增益。武道点先留着，等找到合适的外壮功法再用。青云道院厨房里，正在做早饭。先网购一些基础的武道锻体器材。等武学书籍到了，再制定详细的训练计划。之前已经搜索着快力点。正好叫人帮忙取一下。麻烦你帮我去快递网点取个包裹，送到青云道院，我给你代取费用。师傅，您的快递到喽！来，麻烦你了，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不用，一点小事而已，谈钱就见外了，真的不用。您太客气了，能帮忙是我的荣幸。对了，师傅，我也想跟您学金刚长寿功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录制了完整的教学视频，存在玉牌里。哦，你拿回去看。有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道院问我。太好了，谢谢您，师傅。太极刚柔并济，与养生理念高度契合。说还和金刚长寿功产生融合反应。后院静宁暂时安静清幽，面前的通讯牌播放着寓于泰拳的太极点演示视频。他不求动作细节完美，只求让武道本源面满能够录入该技能。太好了！果然录入成功了。他看着慢板上的杨氏太极拳，又看旁边的金刚长寿功，
心中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如果我练习其他流派的太极拳，会不会出现融合选项？先不急着加点，等练完其他流派再说。中央凭一个蒲团，灰衣少年站在镜中央，面前播放着武当元氏太极拳的教学视频。他的动作圆活自然，如行云流水。仅用20分钟，他便完整打完了一遍武当元氏太极拳。他收势站定，凝神调出武道本源面满，检测到宿主习得武元式太极拳，可与杨氏太极拳合并。合并。竟然真的融合了！他想试试，融合后的太极拳是否既融合。20分钟后，灰衣短发青年打完一遍赵宝太极拳，再次查看面板。面板并未收录赵宝太极拳，只是将太极拳的熟练度值提升2+1的初学。原来如此，融合后的太极已是完美形态。再练其他流派，也只能增加熟练度了。阳光渐渐移向西侧，镜室里的光斑也随之移动。灰衣短发少年不再犹豫，将近期积累的4、6点全部交太极拳上。眼前豁然开朗，原本模糊不清的地方，此刻都变得无比清晰。一身体明显觉到体力有了显著提升，但精力数值却没有变化。看来提升寿命，终究还是要靠内家养生功法。融合后的太极果然精妙无比。有了它，我的外壮修炼之路会顺畅很多。灰衣短发少年双目微闭，凝神调息。他越练，其变红，包容万象，将自身修炼出的浑厚内气
与太极拳的招式相结合。空气炸响，这就是千金难买一声响。难道我已经练成明镜了？明镜极难，很多人苦练一生也未必能成。自己能轻松做到，多半是因为内气根基足够深厚。好了，可以下锅了。不要，体能还差了。过犹不及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内气在经中缓缓流淌，心也。院内，他正静心修炼导引术。挥发间潜心凝神，引内气沿着经脉缓运行。他明显感觉到，体内的内气比功法小成时更加浑厚凝练，运行速度也快了很多。栏显示，青钢寿命经常受功25到500精通，悟道点3。果然，提升外状有助于增长寿命。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。变。二经情节，程度比我预中轻很多。悟的圆满满，真是神奇。
青云道院庭院。臣务上午醒来孙女，亲亲轻便湿润，地面落小叶黄的树叶，所回的。 内气充盈到一定程度，果然能影响外界。看来内气还有自主修复身体的功效。勤放精神大阵。 继续练习太极炮锤。晨雾散尽，阳光洒满庭院。汉好，叫人帮忙取一下。王强，麻烦你帮我取一下锻体器材的怀地。你要是忙，下午送到道院就行。 好嘞，我送完这单就去取，下午给您送过去。你买这么多器材，是要开始练力量了？是啊，外壮跟不上内壮，得补补短板。 辛苦你了，这次运费我多给你点。您太客气了，真的不用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那我就公不如从命了。对了，我练金刚长寿功，有些地方总做不对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 过来吧，我教你。我明白了，谢谢。经您这么一指点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。斗点已经累积到5点，足以支撑太极拳晋升。正好，趁现在突破到小成。太极拳，对。 更深的发力技巧、步法变化与实战应用层层展开。
好饿，比以往任何的一次都饿。真是烫的，大口大口的快喝不去了。师傅，您这是没吃午饭吗？吃了，就是练武消耗太大。我听说练武之人饭量都特别大，今天算是见识到了。是啊，修炼突破消耗的能量太多了。要是只靠正常饮食，食量只会更惊人。太厉害了，师傅您真是高人！多谢指点，受益匪浅。原境室里，随着修炼的深入，灰衣练功者逐渐领悟到，拳法的精髓不在于招式的刚猛，而在于步法的灵活变化。太极拳的明劲，不知道叠加内气，您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家拳吗？算是吧。太极拳分为养生和技击两大流派。我练的这套是融合了多流派精髓而成，外界没有流传。外界没有流传。那我能跟您学这套太极拳吗？我也想练出这么厉害的功夫。我以后可能会在直播里传授基础的养生太极。但技击部分，我不会单独教任何人。我能有今天的境界，能靠今的定阶，全靠特殊的修炼方式，常人难以企及。体能还是太差了，得慢慢练。
他打起精神，打了一套金刚长寿功进行拉伸放松，身体的被段氏汗减缓了不少。冷淡亮的雅露磅礴，晚风让他精神一振。清清流雾，滋养着身体，巩固着今天的修炼成果。双目微闭，心神宁静，眼中充满了对长路坚定与向往。一晚导引术练下来，熟练度涨了4点，寿命还添了11点。尽力，原来如此。肉身强度还是不足，必须加强体能训练，才能撑住全力发劲。就按这个计划来，深蹲卧推，硬拉，把何后浪提上来。为邓禹杠铃引过了招。最后一组动作完成，他脱力奔倒在椅上，汗如雨下，浑身酸软。不能不放弃。终于来了。厨房内砂锅还温着，里面剩着早上熬好的虎血龙油汤。将剩下的虎血龙油汤一饮而尽。寿命怎么少了1天？难道是高强度力量训练耗损了气血？硬功修炼需药浴修复筋骨，后世得仔细观察，验证这个推测。
夜搜镇赵道渊，杨武常常水上学过阳，卧房内火摇曳，窗外虫鸣阵阵。后，他借着月光，又演练了几遍。武道点竟暴增这么多，想来是昨天双份虎穴龙油汤的效果。太极拳离精通进一步，对太极八法的理解也更透彻了。他再次看向面板，寿命没有再减少，体力数值大幅感尽数消退。身体素质整体提升，力量也不少。这波突破果然值得。35天寿命，离1年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。这什么声声？这门怎么还没开？老武师，我们慕名而来，想跟您学这神奇的养生功法。什么养生无道，就是封建迷信。这老头就是个骗子。世人念表象，难识真意。错过机缘，终究是自己的损失。老武师您好。我是刘先生的助理。刘先生想加您联系方式，请教修炼问题，每月捐2万灵币香火钱，还会让他的儿子刘山亲自来道院拜访您。既然如此，我把通讯玉牌号给你，你转告刘先生即可。秦老师傅您好。我们开始吧。好的。电话打完了。你真信这深山里的老头？你真信这深山的老头有什么真本事？看了他两场直播回放，没发现任何作假的痕迹，大概率是有真功夫的。传统武道圈子鱼龙混杂，骗子多如牛毛，你别被人骗了。我虽不亲自练武，但也算业内人。
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你说的这么玄乎，他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地步？关于这次的合作，我有一些新的想法。你已到明境境界，从你的气息流转和出手速度来看，已然突破了常人极限。明境武者，有意思，我倒是真的好奇了。叶家一直做武道产业，赞助赛事，我早就想见见真正的明境高手了。这次你去道院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。哥，你要是去，可别乱说话，得罪了老师傅不好。放心，我带个懂行的人一起去，我帮个行的人一起去，帮我把把关。这是我的私人助理，自幼练形意拳和散打，拿过联邦武道联赛轻量级冠军。他可是实打实的明境武者，有没有真本事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导引术的效果果然绝佳，内家功夫才是养生修武的根本。不像现代搏击高手，年老后一身伤病，得不偿失。这点路程完全不吃力，就是山路绕，多花了些时间。电话没人接，哥，我们要不要直接上山？贸然上门打扰不妥，我们先在附近找个地方稍等片刻吧。他本就不信这偏僻小镇里会有什么明境高手，这都是些骗人的噱头。你们是去山上找秦老师傅的吧？他可是真正的世外高人，我亲眼见过他的功夫，你们找他准没错。你跟这位秦老师傅很熟？熟谈不上，但我们这一片儿没人不知道秦老师傅的本事。只觉得这司机大概率是提前安排好的托。
快看，那就是秦放，他往这边来了。这几位是专程从陆氏过来拜访您的客人。刘星好，我是刘山，之前和您通过电话的。你好，我是这座道院的守关人。这是我大哥，特意跟我一同过来拜访您。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实在是荣幸。这位是我大哥的助理于乐，也是正经练家子。秦老师傅您好，久闻您的大名。你好。不必多礼。秦老师傅，这是10万灵币，我们捐给道院做香火钱。道院香火虽可，这笔钱我不能收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您务必收下。既然如此，我便代祖师爷谢过各位了。各位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我便要继续开始日常练功了。请问您是在练功吗？我们对您的功夫非常仰慕，不知可否向您请教一二？有何指教？若是涉及功法隐私，我们便去道院周边转转即可。无妨，我所练的并非不传之秘，你们在旁看便是。啧啧，真是精彩。太厉害了。如今他对内气的掌控早已今非昔比，不再像从前那般轻易引动内气外泄，格外珍惜内气。这套功法实在精妙，看得人叹为观止。过奖了，不过是日常热身，火候尚浅，还需精进。确实是好功法，老师傅的功底实在深厚。皈依老师傅，恕我冒昧，为何您现场练功和直播里效果不同？近期功法有所突破，已然能做到藏而不露，返璞归真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疑虑。
只当这是推脱之词。挑起一抹淫笑，只觉自己看穿了灰衣练功男的伪装。老师傅，不知您能否露两手真功夫？不必麻烦老师傅了，能看到这套养生功，我们已经知足了。他心里已然认定。那我们就不扰您练功了，先行辞。各位留步，我有一式太极拳，可让大家观赏一番。你看，这就是明镜，是明镜高手的标志。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能亲眼见到这一幕，已是天大的幸运。灰衣老师傅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此前多有冒犯，给您赔罪了。我们眼拙，还望您不要怪罪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们。我们以后一定谨记教诲，绝不再犯。不必如此。我练功本就是为了养生，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真功夫。秦老师傅，晚辈想请教，这内家功夫究竟要如何才能练成？修行一事，顺其自然可，不必强求。那晚辈能否有幸感受一下您练出的内气？你伸手过来，便可感受到。这竟然是真的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太不可思议了！啊，这真是闻所未闻。秦老师傅，不知您练出内气、秘，一共用了多久？修行无岁月，山中不计年。我早已记不清具体时日了。前辈真是潜心修行的苦修士，是我辈无道楷模。您的功夫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，心服口服。不过是些强身健体的皮毛，不值一提。晚辈愿拜您为师，学习真正的内家武道，还望您成全。拜师就不必了，想学我可以教你。武道本就该广传天下，
秦师傅说的对，这么好的功法不该只藏在深山里。我愿意出资，在全国开设公益教学点，让更多人受益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份健康传承下去。我也愿意当志愿者，帮着组织镇上的乡亲们来学。等等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关于这个补充的，我也有一些补充。市体育局已经同意合作，下周先在社区开试点课。刀品已经剪完成，明天就能上线各大平台。我整理了功法禁忌和常见问题，印成手册，免费发放。记住，所有课程必须公益为主，绝不允许高价牟利。您放心，我们分文不取，只做传承这件事。这是师傅留下的心得，你们拿去参考。谢谢您的信任，我们一定不负所托。武道的真谛，从来不是争强好胜，而是守护生命。今天是我们第1期全国公益课开班的日子。传统武道不是少数人的秘籍，而是所有人的健康财富。希望大家坚持练习，拥有健康的身体，幸福的生活。现在，全体都有起势！我们做到了，是终于。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学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，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。手臂下沉，腰胯放松，下盘稳住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大家保持间距，注意安全，跟着台上的领练节奏来。很好，大家做得很好。传承圆满。古老的传统武道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。他用自己的行动，诠释了武道的真正意义：守护生命，传递温暖，让健康与快乐惠及每一个人。